如今四灵血阵已完成一半，只要再找到另外2只灵兽为敌，我们鬼王宗称雄天下指日可待。傻眼睛，怎么会无风自鸣？这个活口，还不去死醒什么？老板，哎，对不住二位客官，小店要关门歇业了。这是为何？最近那边大山里出了许多怪物，袭扰百姓，这生意没法做了。怪了，这里世代都由焚香谷的仙人们镇守，怪物怎么能出来？对不住，对不住啊！哎，这，走吧。前几日发现这枚凶阵后，再不见杀生所留机会。难道他真的遇到了麻烦吗？李师兄，师兄，上官师叔又在审问那妖孽了。是。300年了，还在嘴硬，趁早说出来，还能少受些罪。魔教弟子孤身进入南疆，一旦被焚香谷获悉，恐怕……这次夺宝不成，反而折损了人手。他抱怨我们消息不准。是愚人族与妖兽合谋，究竟是何方神圣？我们本来的约定也只是告知那颗天地明石的下落，而明石也确实就在天地宝库之中，是你们自己力不从心吧？难道你吃的那块就是他们所说的天地明石？族长说，死则里人迹罕至，此次突然来了无数修真高手，明明是我们走漏了消息。这符是花纹，是焚香谷的人。
剩下的，师叔，我不跟他一般见识。你告诉他，宝库出事，天下震动，修真人是闻讯而来，自非我们能控制。师叔，此人多半是焚香谷的长老。族长说，那颗冥石十分重要，此次无功而返，大王非常生气，他要我们速速查清冥石的下落。好，冥石下落包在我们身上，3日内给他答复。族长说，3日后在此相见。一群畜生！唉，让你和他们一起屈居3年，难为你了。弟子深受谷主和诸位师叔的厚恩，自当竭力回报师门。谷主，也就是老夫度量大，若是上官策那老家伙，还不当场坏事？是，连谷主都牵涉其中，这焚香谷果然有问题。哪儿来的怪物？燕师妹可曾见过？玄生走了，想必是宝物遗失，他也不愿再招惹黄鸟这个天敌。您看，这灵兽看来不会善罢甘休。
小心，那是伏龙鼎。你也来了。宗主，方才此事我们回头再说。倒是这4人，你说我们该如何处置？歇会儿。哎呀，道长，你也来歇一歇吧。我说野狗道长，你跟着到底图什么呀？啊？我也不知道跟着你们干什么。哼！道长，你该不会无家可归吧？我生来丑陋，被父母当作妖怪丢到野外，自生自灭。没想到我居然被一群野狗喂养大。所以我懂事后一直自号野狗。后来，炼血堂的一位前辈将我收入门下，从那以后，炼血堂便是我的家了。切，那你怎么不回炼血堂呢？炼血堂被灭了。什么？带头者就是鬼力。那你怎么还跟着他？当时，此3人道行深不可测，即便我等拼死相斗，也绝无胜算。小凡，你会怎么做？既然宗主驾临此处，一切事自当宗主决断。我说过，此处一切事情由你做主，你要怎样便怎样。消魔邪道，要战便战！此人便是林惊羽吧？你那个童年好友。你说吧，怎么做？此间大事已了，这些无足轻重的小角色不必理会。先将黄鸟安置好，才是当务之急。
宗主，副宗主说的不无道理。万都合欢两派人马虎视在侧，持恐生变。既如此，这里就交给你了。你放心便是。副宗主，您进入内泽不久，驻地就受到了鱼怪袭击。这群畜生，皮糙肉厚，擅长水遁，我们几番大战，折损了不少人手。沙僧呢？昨天，他追着一伙鱼怪去了，我苦劝他也不听。而且，怎么？经我探查，合欢派那边也与我们遭遇相同，而万都门不知为何，已连夜撤出了沼泽。我来之前，宗主来过吗？是。宗主是和2位圣使一起来的。他怎么说？他老人家说，这里一切都由副宗主处理，便离开了。此间事已了，立刻带属下回胡岐山。遵命。那副宗主您呢？这鱼怪来历蹊跷，又杀了我们这么多人，我自会追查。年老大那些人也太没有骨气了。你小小年纪懂什么？生死关头可不是人人都能坚守的。可道长不是宁死不降吗？倒没看出你还有这份骨气。据说血公子杀人无数，怎么偏偏放过你了？那你一定很恨他吧？起初我恨极了此人，后来慢慢明白，就算没有他，万都门合欢派早晚也会下手。鬼王宗，哼，只是抢先了一步。哦，竟能想到这一层，我倒是小看你了。我心里烦极了，待在鬼王宗。那天正好看到你们，也不知怎么就跟上来了。不过，我绝没有任何害你们的心思啊。如果你们不愿意，我现在就走。道长，反正我们也是四海为家，以后你就跟我们一起走吧。哎，个笨丫头，她可是臭名远扬的魔教妖人，听说她以前呢……她以前怎么啦？好像也没听说她干了什么。不过她跟着我们，总没有什么好处的吧？啊！昨天路过荒港，林子里窜出来一头野猪，爷爷你撒腿就跑，还是道长救了我。我哪对付得了一头野猪啊？再说了，哪怕是一头老虎，你还不……道长，以后还请你多多照顾啦。没有的事，有什么粗活，尽管交给我就好。走，快跟上呀！
前辈，金羽回山复命，特来向前辈问安。是你呀？你先等一等，我这里还有客人。这孩子是块好材料。当年你为何不把他收在自己门下？因为他太像一个人了，气质、表情、资质都那么像。让他在身边，我会睡不着觉的。哎呀，我和你开玩笑的。都10年了，你的伤还没好吗？不想诛仙界反噬之力，却如此厉害。其实我也曾想过，如果你多用几次诛仙古剑，或许就会死得比我还快了。你还记得当年我救你时说的话吗？我救你，是因为我欠你，但我不会让你活得比我更久的。掌门，这次出去没有受伤吧？前辈，体有小伤，不值一提。可惜这次去死泽，无功而返。我叫3大派悉数出动，那你可见到苍松？啊？没有。你恨他吗？他对我很好，我亦敬他如父。可，苍松，他也只是个走错路的可怜人。给你。好甜啊！谢谢道长。一个果子就想收买本大仙人，不吃拉倒。哎，原来你在这儿。鬼烈公子，你怎么来啦？嘿，小猴子，小猴子，你还记得我吗？我有果子，你想吃吗？小猴子，你贪吃了什么呀？种了这么多。我有事想请教前辈。我，那个我老人家才高9斗，学富6车，说吧，什么事儿？好吃吗？那日在死泽之中，有一个鱼头怪偷袭你的孙女，你还记得吗？是啊，那怪物凶悍得很，要不是你们及时出手，我差点被他害死了。嘿，前辈，你当时说那怪物是南疆一族。不错。你们走后，我的手下被一群鱼人偷袭，死伤惨重。请问前辈，这鱼人究竟是何来历？你手下死亡之人是不是死状残酷？尸体多被砍成数段，惨不忍睹啊！那就不会错了，肯定是鱼人族所为。这是一族外貌奇异，鱼头人身，按他们本族传说，乃是上古鱼神与人类的后代。这鱼人族残忍好杀，相信在屠杀之后，将对方尸体展开碎裂，就能将魂魄同时切碎杀死。所以，死在他们手下的动物或人很难保住全尸。
这天下之大，多的是更加凶残的事儿呢。这等凶蛮一族，怎么往日都不曾听闻过？这鱼人族本应该待在南疆的10万大山里，而中途与南疆相连的必经之路上，正是天下3大正派之一的焚香谷所在。偶尔有几个异族从10万大山里面跑出来，也大都被焚香谷的弟子斩杀。我也是年轻时游历到10万大山附近，才略知一二。按前辈所言，偶尔一个跑出来尚算合理，但这么一大群无声无息出现在万里之外的沼泽，除非焚香谷出了什么问题，那就是你们的事儿了。哎呀，请问前辈可知道古巫族人的下落？古巫族，听说1000年之前就消失了，怎么想起来问这个？难道古巫族传承真的彻底消亡了吗？若只是寻找传承，恐怕遗留下的古迹典籍，多半也是收藏在经营当地的修真门派手中。多谢前辈指点。哎，小猴子，你这道印痕怎么好像多了只眼睛似的？你打算以后跟着他们一起吗？是。年老大他们随时都会来找你。我不在乎，是他们攀脚在先，还有脸来见我吗？随你。哎，小猴子，有缘再见啦！你知道的可真不少。